海特，老陈的女儿为了结婚穿婚纱，想要快速减肥，用了美国流行的高丽菜汤减肥法，结果饿到快昏倒。可是婚礼还有几天，他老爸担心的不得了。这个减肥法流行过好几次啦，前面几天比较激烈，后面还是有吃一点东西，你叫老陈放心，熬过婚礼就好啦。那这个减肥法到底是什么减肥法？怎么能一再流行呢？它真的有效吗？快速减肥多半消的是水肿和储存在身体里面那一点点肌糖和肝糖的重量，恢复正常饮食很快就容易胖回来。不过老陈的女儿如果只是为了穿婚纱展现美好的身材，这一时的权宜之计倒是可以不用太担心啦。那这高丽菜汤是怎么来的？老陈说他女儿叫这汤叫神奇汤，但那不就是我们常常吃的高丽菜吗？有什么好神奇的？高丽菜还真没你想的那么频繁，高丽菜减肥法可不只局限在西方流行的这神奇汤，亚洲这边也有自己的高丽菜减肥法，效果感觉更胜一筹。不过我们还是先来说一说这流行在美国的高丽菜汤减肥法到底是什么样的减肥法，又为什么能够多次造成流行呢？先说说这个高丽菜汤，它其实就是一种简单的蔬菜汤，以高丽菜为主，再加点洋葱、胡萝卜、青椒、芹菜、番茄、葱，另外加盐和胡椒调味，炖煮1个小时，也可以加肉汤。这个高丽菜汤减肥法为期1周，每天都喝高丽菜汤。蔬菜除了不要放错，放成淀粉类的像马铃薯还是南瓜以外，一般的蔬菜都可以加，生吃蔬菜也可以。每天除了喝高丽菜汤以外，第1天和第3天可以吃香蕉除外的水果，第2天只能喝蔬菜汤，第4天可以喝脱脂鲜奶和吃香蕉，香蕉最多可以吃到8根，第5天可以吃番茄和牛肉，牛肉最多可以吃到566克，第6天可以无限量吃牛肉和番茄，第7天可以吃糙米和不加糖的果汁。它这有点像轻断食嘛，偶尔吃1个礼拜，身体或许还受得了，长期吃就会营养不良，或是像你在快速减重那集提到的，胰脏炎还是胆结石都有可能发生。所以它这个热量前3天恐怕连提供基础代谢都不够，尤其是第2天只吃蔬菜，还是9顿的蔬菜，很多营养素都破坏了，再加上喝汤，很容易摄取过多的盐，最严重的还是蛋白质缺乏，到第4天才开始补充3天的蛋白质，如果长此以往，会导致内分泌失调。要知道，蛋白质是内分泌的原料，是不能够长期缺乏的。因此目前这种低热量高纤维的减肥法被视为一种以短期减重为目的的快速减肥法，它不以长期实施为目标，只是为了在1个礼拜内减掉身上的4-5公斤体重而已啊。所以老陈他女儿会选这种减肥法来应急，倒也不失为可行之计。如果只差个4-5公斤，这种减肥法真的是快速又简单。这种高丽菜减肥法1996年在美国就流行过一次。根据美国华盛顿邮报的报道说，这种汤最早的起源是在20世纪的30年代，由医师向病患提出的建议，到了60年代辗转传到一位库珀医师的手上，他在自己的减肥计划里加入了这个汤，并瘦了27公斤以后就提供经验，出版了一本书叫《医师诊所的30天计划》，并把这个高丽菜汤也纳入计划中，现在已经出版到第4版了。库珀医师从1962年以后就一直致力于超重病患者的减重，而亚马逊上现在也还能够找到好几本关于高丽菜汤减重法的书。高丽菜汤减肥早期透过传真机转寄红过一阵子，最近透过 TikTok 又流行起来，它之所以能够一再翻红，靠的也就是社群的传播力量了。这个神奇汤真是历史悠久，看起来应该有其威力。短期1-2个礼拜要瘦还可以，长期要瘦的话，还是应该慢慢来，才不容易适得其反。所以高丽菜减肥法在东方就有了更可行的实践方式，那是日本医师四师一点在2019年出版的《医师的高丽菜减肥法》成功了。这本书里提到的高丽菜减肥，四师一点医师是诊所院长，是日本过敏协会和呼吸协会的专家。除了提供常规的医疗以外，还利用自己的经验提供饮食指导，协助代谢症候群患者。他因为身为医师太过肥胖，在行医过程显得没有说服力，所以就采用了一位糖尿病专家所提倡的高丽菜减肥法减肥。他利用高丽菜减肥法3个月就瘦了20公斤，减了14公分的腰围。他的高丽菜减肥法是利用餐前细嚼10分钟的高丽菜，5晚餐都吃1/6个高丽菜，让自己餐前就达到饱腹感，这样
接下来就可以减半进食。在吃完高丽菜以后，他会先吃其他的食物，再吃米饭。这个减肥法后来在日本非常风行，甚至有医师利用这个减肥法瘦了43公斤，还风行了日本艺能界呢。日本医师的方法不错嘛，嚼了那么久的菜，不饱也饱啦，这就能够长久执行。但是为什么要用高丽菜呢？别种青菜可不可以？别的青菜膳食纤维不是更高吗？高丽菜的膳食纤维虽然不是最高的，但普遍性蛮高的，到处都还蛮容易买到，价格在产季的时候也特别便宜。而别种青菜应该也各有其效果，但是高丽菜还是有其一定的优势，这我们等一下再说。这里我们要先说的是，日本人常常吃生的高丽菜丝，所以四施一点医师的意思是，如果牙齿没有问题，吃生的高丽菜丝是最好的，因为加热会减少对热敏感的维他命 C 和酵素的含量。不过如果煮熟来吃，还是可以保有丰富的膳食纤维和抗氧化的植化素。在不想吃生的高丽菜丝时，煮熟的高丽菜还是可以接受的。四施一点医师认为，饭前先吃富含膳食纤维的高丽菜，可以减慢糖类的吸收，防止血糖突然升高，而这种血糖突然飙升的情况会阻碍脂肪燃烧，并导致肥胖和糖尿病哦。不过这里要说明一点的是，根据研究，高丽菜蒸煮4分钟后会降低花青素的含量，但还能保留酚类化合物跟抗氧化活性，所以如果能够生吃，还是生吃比较营养哦。那么除了膳食纤维以外，高丽菜在减肥上还有什么优势？你赶快说。高丽菜中有助于减肥的因子包括维他命 A、C、K、纤维，还有其他植化素，还有矿物质铬。我们都知道胰岛素是胰脏贝塔细胞分泌的，而我们在讲食欲那集就有说过，食欲的关键就在血糖和胰岛素的调控，其中像维他命 K 会影响胰岛素敏感性，因为它可以透过减少促盐因子的产生而减少胰岛素阻抗。而高丽菜含有丰富的植化素，像酚酸类、类黄酮还有花青素等等。首先是高丽菜的酚酸类，酚酸类是多酚类的一个子类，它们可以透过抑制阿法淀粉酶和阿法葡萄糖苷酶来减缓葡萄糖在小肠的吸收，也可以借由增强胰岛素路径信号的表达来增强胰岛素的敏感性，还可以透过刺激胰岛素分泌来改善贝塔细胞的功能，并透过抗发炎潜力来抑制葡萄糖的合成。而高丽菜也是类黄酮的宝贵来源，类黄酮可以透过刺激胰脏贝塔细胞的增生，抑制贝塔细胞的凋亡，改善葡萄糖代谢和刺激胰岛素分泌来增加胰岛素的敏感性。而花青素也可以改善血糖控制，它可以增加胰岛素的敏感性，因而帮助细胞更好的利用葡萄糖，也可以减少葡萄糖在小肠的吸收，进而降低血糖的浓度。花青素还具有抗氧化的作用，可以保护胰脏贝塔细胞免受氧化损伤。另外，高丽菜也富含铬，铬是一种必需矿物质，在调节血糖浓度上至关重要，因为它是胰岛素受体激酶的辅助因子。胰岛素受体激酶是一种信号分子，能将胰岛素的讯息传递给细胞，通知细胞摄取葡萄糖。当铬充足的时候，胰岛素受体激酶就可以发挥最佳的功能。所以2021年一篇登载在国际知名期刊《食品科学》对高丽菜营养研究的汇整分析就指出，高丽菜是一种具有功能性的食物，主要目的在于预防和管理第2型糖尿病，而第2型糖尿病的致病主因就是肥胖，因此高丽菜会成为减肥法里面的主角，也就不仅仅因为它既便宜又好吃啦。说到好吃，我们也来炖一锅高丽菜汤喝喝看吧。